你知道世界级推理女王是谁吗？她与日本的松本清张和英国的柯南道尔并称为世界推理小说三大宗师，而且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统计，她是人类史上最畅销的著书作家。在所有形式的著作中，只有圣经与莎士比亚的著作总销售量在她之上。你猜到她是谁了吗？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由她的同名小说改编于1982年上映的经典悬疑片《阳光下的罪恶》。影片开始就发生了一起重大命案，一位女性外出旅行时，在空旷的田野上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调查发现，死者是被人活活掐死的。由于死者的丈夫事后得到了一笔巨额赔偿，因此保险公司怀疑杀人的就是死者的丈夫，于是委托大侦探波罗前来调查。但是从调查中才得知，死者丈夫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案发时间他正在火车上，有很多人可以为他作证，因此这个事件就告一段落。此外，保险公司找来波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他。一位爵士投保了一颗昂贵的钻石，但这颗钻石明显是一个赝品。身为百万富翁的贵族，怎么会拿来一个假货投保呢？保险公司希望波罗能帮忙查清此事。随后，波罗找到爵士，弄清了基本情况。原来，爵士买下这颗钻石是想要送给著名女星娜姐，准备向她求婚的。可谁知她收了钻石却嫁给了别人，于是爵士又把钻石要了回来。可没想到娜姐还回来的竟然是个赝品。爵士得知娜姐一家要去一个海岛度假，便想跟着去岛上找娜姐对质要回真钻石。说完，他还邀请波罗一起，但波罗从小就会晕船，所以改成了坐火车前往。刚下火车到达码头，波罗就遇到了娜姐一家。随后四人乘坐小船一同登岛。突然间，山里传出一声炮响。娜姐的丈夫马歇尔解释说，这是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每天中午的12点，这里都会准时放响5炮。随后四人入住了岛上的酒店。为娜姐而来的不止爵士和波罗，酒店里其他5个人都是循着他来的，比如这个崇拜他的作家雷克斯，他专门为娜姐写了一本传记，这次上岛上来就是希望娜姐能够授权他出版这本书。接着是这2人，制片人加哥加嫂，他们的电影因为娜姐的罢演暂停了，可投资方却坚持指定要娜姐出演，所以他们俩追上岛来是想让她回心转意的。最后还有一对年轻的小夫妻，帅小伙里克和穿着保守的玛丽。里克表面上是带着玛丽来岛上度假的，其实背后早就和娜姐偷偷联系好了。此外，除了这5人，酒店老板娘和娜姐也是老相识，他们之前在同一个歌舞团工作。不仅如此，酒店老板娘和娜姐的丈夫也是好友。随后画面一转，来到了第2天，作家首先找到娜姐，但由于他写的传记中有些是娜姐的黑料，所以他没有得到许可，还被娜姐说了一通。作家也回骂了几句便离开了。2人分离后，娜姐跟里克开始旁若无人的打闹，2人的嬉笑声都传到了山上的酒店里。马歇尔听到了2人的打闹声，脸都被气绿了。里克的妻子玛丽也找了个地方偷偷哭泣。波罗看到上前安慰，并邀请他一起散步。2人散着步来到山崖边，看着下面晒太阳的人。玛丽说她好是羡慕，因为自己的身体她不能晒到太阳。说完，波罗回应他，其实阳光下不只有这些美好，还有一些看不见的罪恶。你看他们现在躺在下面，像不像一具具摆放在停尸间的尸体？波罗说的正起兴，玛丽却突然晕倒了。她告诉波罗自己患有眩晕症，站在高处往下看一会儿就会头晕。到了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喝酒，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开心，但其实除了娜姐一人，其他人的心里都很是不爽。娜姐拒绝了制作人加哥加嫂的合作邀请，玛丽也因为白天的事和里克在房间里大吵了一架。随后第2天，天气很好，玛丽想去海边写生散心，刚好娜姐的继女琳达也想去海边游泳，于是2人一拍即合，结伴同行。另一边，娜姐正独自划着小船离开了酒店，里克也马上动身准备前往2人约好的地方。刚准备开船，制作人加嫂说带他一程。里克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便答应了下来。其实加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跟着来抓住娜姐的把柄。可2人刚到约好的地方时，却发现娜姐一动不动地睡在海滩上。里克上前一看，结果却发现娜姐已经死了。2人驾着船来到约定地点，却发现女明星娜姐已经死在了海滩上。里克让加嫂赶紧回去叫人，自己留在这里保护案发现场。很快，酒店老板娘和波罗来到了这里，发现娜姐头上有石头砸伤的痕迹，但直接死因却是被凶手掐死的。根据娜姐出去的时间和里克的证词，波罗推断出娜姐的死亡时间是11点半至12点之间。随后，波罗还在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了那枚假钻石，这说明爵士到过这里。难道杀害娜姐的凶手是爵士吗？很快，波罗找到爵士，爵士也大方承认自己的确找过娜姐，但那时娜姐死不承认调换了钻石，于是他跟娜姐吵了起来，还把假钻石扔给了她便离开了。说完，他还表示
船上的水手们都可以为他作证。有这么多证人，那最有嫌疑的绝世排除了。接着，李克是发现尸体的人，一起同行的还有家嫂可以作证，于是他俩的嫌疑也可以排除。李克和家嫂说，他们到达海滩时刚好听到了舞炮的响声，所以说明他们刚好发现死者的时间是12点，而爵士找娜姐理论的时间是在11点15分。那么娜姐的遇害时间就在11点15分到12点之间。只要查清岛上每个人这段时间的动向，就可以轻松找出凶手。首先，波罗最怀疑的是娜姐的丈夫马歇尔，他最有作案动机。然而马歇尔则表示，10点半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信，然后就一直在房间里回信，从没有离开过。波罗看了一下信件内容，确定这是不可能提前准备好的东西，便排除了马歇尔的嫌疑。下一个人是一直看不惯娜姐的老板娘，她声称在11点半的时候在开员工大会，参会的人员可以证明，又排除了。接下来是玛丽，她的嫌疑也很大，但经过调查发现她一上午都跟琳达在一起，直到11点55分的时候才离开，因为她和酒店的其他3人约好了打网球。到达山顶的时候，她还跟正在海里游泳的琳达挥了挥手，那个时候也刚好听到了舞炮声。说完，波罗找到琳达，琳达也非常的确定玛丽是在11点55分的时候离开的，因为玛丽向她询问了时间，那个时候正是11点55分，琳达也是在那个时候才下海游泳的。接着他也在不一会儿看到了玛丽在山顶上和他挥手说再见。虽然琳达也有作案动机，但他和玛丽互有不在场证明，所以也被排除了。接着波罗找到作家，娜姐一死，他的书就可以顺利出版了，作案动机非常充分。但作家表示，案发的时候他正在划艇上，而且舞炮响起时他碰巧遇到了正在游泳的琳达，并且他们所在的位置离案发现场划船需要近2个小时，所以他也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被排除在外了。说完，作家还提到一个线索，声称当时有人从山上丢下来一个瓶子，差点砸到了他。作家说完，波罗质疑道，你说在划船时见到了琳达，可琳达之前说过游泳时没有见到过任何人。听完波罗说的话，作家激动地要求立刻找琳达对质。刚说完就看到了琳达和她的爸爸正在上面散步，作家连忙追上去质问。在爸爸的耐心询问下，琳达这才承认，原来她是因为作家崇拜娜姐才对此说了谎的。看来作家的嫌疑也可以排除了，最后只剩下嘉哥一人了。然而嘉哥也有非常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他声称自己一直在酒店的花园里看书，快到12点半的时候才想起约了人一起打网球，于是回到房间准备洗澡，可谁知这个点还有别的人在洗澡，导致他房间里没有了热水，他也就没有洗，直接换衣服去了网球场。而老板娘开会的时候也透过窗外看到他确实在花园里看书，所以嘉哥的嫌疑也被排除了。所有人都被排查结束，都有不在场证明，这下案件就变得扑朔迷离了。凶手到底是谁呢？案发时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凶手又是怎么作案的呢？波罗开始重新调查，他把每个人说到的地方都走了一遍。随后第2天一早，他把众人都叫到客厅里，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波罗说，所有人的证词中有2个人是相互矛盾的，作家和玛丽。玛丽说自己曾在山顶上和琳达挥手告别的时候刚好是12点，但12点整的时候作家也在那里，可是2人却没有看到对方，那就说明你们俩其中一个肯定有人撒谎了，那撒谎的又是谁呢？波罗看着玛丽说，凶手就是你，还有你的丈夫里克。紧接着波罗向大家说出了他的推理。事发之前，玛丽先是偷偷进入到了琳达的房间里，把她的手表调快了20分钟，然后去写生的时候，玛丽藏了一块表在她的衣服里。接着在11点35分的时候，他故意问琳达几点了，而琳达手表上的时间刚好是11点55分，这样他就利用了时间差，制造出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然后他趁琳达转身去游泳的时候，将手表的时间又调了回来，并让琳达戴上了厚厚的泳帽，这样琳达就听不到舞炮声了。接着玛丽跑到山顶跟琳达挥手，加强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然而此时距离12点整还有25分钟。接着玛丽超近道花了6-7分钟的时间，跑到了娜姐所在的沙滩，顺着悬崖上的梯子爬了下去。娜姐也看到了山上的玛丽，偷偷跑进了山洞里。玛丽下来后二话不说，拿起石头就朝着娜姐的头砸去。突然玛丽听到这里反驳道，自己有恐高眩晕症，怎么可能从那么高的地方下去？波罗呵呵一笑说道，你根本就没有恐高眩晕，其实你们早有预谋，我去过你和琳达挥手的悬崖边上看过，如果不站在崖边，下面的人根本看不到你。我没有恐高症的人看着下面都会后怕头晕，更何况有病的你呢？然而就在这时，李克也开始辩解，娜姐是被掐死的，又不是被石头砸死的，而且瘦弱的玛丽怎么可能就这样掐死了娜姐呢？波罗淡定地对着李克说，
他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了，但是你有。听完波罗所说的话，家嫂也急忙说道：“不可能是他，因为当时他也在现场，李克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动手。”然而波罗却说：“你在船上远远看过去，躺着的不就是个皮肤黝黑的女人吗？脸也被帽子给遮住了，你看清楚躺着的那个人是娜姐了吗？那个时候在海滩上躺着的人其实是玛丽。”说完，家嫂开始喷波罗：“你在胡说八道吧？我又不瞎。众所周知，娜姐的皮肤比较黑，而玛丽的皮肤白得像雪，而且她还不能晒太阳，躺着的怎么可能是她呢？”说完，波罗解释道：“这些都是可以伪装的。玛丽把娜姐砸晕后，把自己的身体涂成了娜姐的肤色，盖上帽子后，伪装成娜姐的尸体。李克和家嫂到达时刚好12点，等家嫂回去叫人的时候，玛丽也换回衣服，一路跑回酒店。途中，她还把染料瓶丢进了大海，没想到差点砸到了作家。回到酒店后，玛丽又赶紧洗掉了身上的颜料，这也和嘉哥所说的中午有人洗澡就全部都对应上了。在这段时间里，留在现场的李克淡定地掐死了娜姐。真相就是这样，之前的一切都是他们伪装出来骗我们的，就连两人之间的吵架也都是为了表演给大家看的。然而他们为什么要布下这么复杂的局呢？因为调包绝世钻石的人不是娜姐，而是李克。他知道调包的事情迟早会败露出来，所以就设计杀死了娜姐。听到这里，李克夫妇也不装了，反问波罗：“你的故事讲得非常的精彩，可是你有证据吗？”波罗尴尬地说：“我确实没有证据，这都是我的推测。”于是俩人大摇大摆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玛丽也一改往日的保守风格，换上了华丽的礼服。然而就在最后一刻，波罗叫出了一个名字：鲁波。俩人听到后呆住了，这个名字正是影片开头因妻子死了而获得一大笔赔偿金的男人。原来李克就是鲁波，那个发现尸体的女人就是玛丽。说着，波罗拿出了鲁波保险单上的签名和李克支付房费支票上的签名，果不其然，两个名字的字迹完全一样。接着波罗又对着两人说：“如果你不是鲁波，那么只要和我到警局走一趟就可以洗清嫌疑了。”面对波罗的证据，俩人默认了自己的罪行。最后，波罗还有一个问题：绝世的真钻石在哪？波罗观察到李克一直叼着的那个烟斗，却从没有见他点燃过。于是波罗走过去给李克的烟斗点火，然而他却下意识地躲开了。果然，正如波罗的猜想，真钻石就藏在李克的烟斗里。好了，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该片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改编，大侦探波罗的睿智巧妙地解开了案件的所有谜团，将罪恶一层层地剥开，暴露在阳光之下。正如这部电影中波罗所说，天是蓝的，太阳是温暖的，但是不要忘记阳光下也有罪恶，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将罪恶暴露出来，生活在阳光之中。影片结束，我是小森，喜欢的关个注，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